当今的戏院观众当然缺不了爆米花。Young man, it was very expensive, but it was so worth it. 大家好，我是陈继贤 Kenneth Tan， 我是新加坡电影协会的主席。大家有没有想过，新加坡人这么喜欢到戏院看电影，戏院呢，到底是怎么样赚钱？是不是买了那张入门票，全都归电影院的公司吗？这张戏票全部的钱不是全部归戏院吗？不是的，电影院呢，主要的产品就是电影。电影呢是由电影发行公司 Movie Distribution Companies 负责。那你那张戏票的10块钱，有50%或以上是电影发行公司抽的。比如这边是戏院，这边是片商，第1周、第2周、第3周、第4周。第1周，戏院很可能只收30%，第2周可能是一半，而第3周的话，戏院也许可以保留70%。如果影片能够保留到第4周的话，戏院就可以留住80%的收入。这个概念主要是鼓励电影院能够持续上映的电影，还有观众要看的电影呢，继续留在他们的荧幕上。一般上电影在新加坡戏院呢，过了2个星期就下滑了。Marvel 的电影或者是007战士帮之类的，有时候贺岁片等等呢，可能会演得比较久。如果观众呢已经下降得很厉害的话呢，因此呢就没办法，必须换电影了。电影院呢就希望新片上映能够重新号召观众群。所以戏院是怎么排电影的日期跟时间？新加坡和很多亚洲国家是星期4换片，因此呢，有些观众有时候好奇，为什么不能够看到本周末的电影啊？这是因为星期1整天跟星期2早上，这是电影院公司排片部门最忙碌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分析上个星期4、5、6星期天4天的 opening weekend 票房成绩，去跟片商商量下一周片酬的那个比例。排片的档期，一种是你选好的档期，另外一种呢是找没有竞争者的档期。英文说 a good date or a clear date， 有时候 good date 比较重要。比方说家庭式的电影、动画电影，适合全家老少看的电影呢，学校假期是 good date。学校假期通常不是 clear date， 因为很多好的电影同时上映。那个电影院的收入60%来自票房，那另外40%来自哪里？另外的40%总收入来自饮食，有如爆米花、汽水、零食之类的。当今的戏院观众当然缺不了爆米花。另外一个关键是盈利，一张戏票，片商抽了之后，还有员工的薪水、水电费、住费等等啊，平均新加坡的一张戏票，每1块钱戏院只能赚7分钱。饮食每1块钱的收入，戏院可能赚7毛或8毛钱，这个赚头那么大，大家应该惊讶了吧？92年之前，本地戏院的餐饮都是租出去让私人机构租用，提供餐饮。但是电影城，也就是 Golden Village 带这个新的模式进入新加坡市场以后， Golden Village 是首家提出餐饮也是公司自己做，不是别人包。原因很简单，第一 branding and image 可以统一，第二利润
是非常可观的。有一些比较乏味的月份呢，是没什么大片推出了，但是你餐饮的利润呢，通常就算你没有好片存在呢，Gold Class 还是有观众群，还是有顾客了。他们有时候不看戏也可以进去点餐、点饮料了，所以这个就能够导致戏院的收入能够比较常年的平衡。我从2003到2008年担任 Golden Village 的新加坡董事总经理，是我回忆最温馨的一份工作了。Gold Class 的电影也会在普通的影厅上映，不同点呢就是座位。Gold Class 的座位有如头等机舱的这个椅子，如果那个冷气你觉得开得太冷的话，还有棉被啊。也有5星级餐饮服务，这些呢都是我们做这个市场销售以及针对观众群采取的种种规划，要鼓励他们选择我们的电影院。你在普通的影厅看电影呢，2张票超过20块，加爆米花、零食，还有一些饮料呢，可能50块左右了。在 Gold Class 2张票都已经超过80块了。那么如果点了 Gold Class 的套餐，平均50块左右。The spending per person for Gold Class is many times higher than the spending per person for normal cinema。还有一点，戏院跟片商分账的比例那个模式啊，只有戏票的收入是分账，餐饮的没有分账。这种业务模式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成功。我曾经在戏院大厅目睹了很温馨的一个生活小片段了。有一对应该是夫妇吧，那么应该是有70岁左右了，他们就手牵手呢步入那个大厅啊，我看得出他们很可能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了。那么女的就看到有 Gold Class 的那广告了，她说：“这是什么 ？Dear, I want to try。”刚刚好有戏院的员工啦。那么那个男的就问他 Oh, Gold Class, how much is the ticket? 那么员工就说1张票30块钱。我说Oh, so expensive. 那么女的 Gold Class 影厅放映什么电影啊？员工就说Madam, we have the Lord of the Rings. Lord of the Rings 每一部电影片长是3个小时半了。那么那个女的呢，其实她很聪明啊，她就说 Dear, 3.5 hour movie 啊，五花。他们散场走出来的时候，男的就跟我说 Young man, it was very expensive, but it was so worth it.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特殊的设备、环境跟服务，如果包装得好，有很多观众是很喜欢。2006年，新的 Gold Class 餐饮以及高级影厅概念诞生的时候，我们开幕的菜单包括类似的黑胡椒鸡扒，观众蛮喜欢，但是也有观众过后给我们 feedback 说，影厅呢都是黑暗的，很难吃啊，我看不到呢，我究竟在切什么？是吃薯条还是吃那个鸡肉？听了观众这么 feedback， 我就告诉我们的主厨，在黑暗的影厅里很难切。主厨就说 ，Don't worry, Kenneth, leave it with me。3天后就换了菜单，鸡扒就演变成 chicken kebab， 这个都不需要刀叉吃了，很方便，味道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这个小故事呢，说明了什么？戏院就如其他的行业呢，要经常保留流动性，要随机应变，要响应市场观众的需求。有时候新颖的做法呢，未必是很突破的，有时候是小小的调整。我们也是有以前会有广告嘛，
管是电影预告或者对商业广告，那个也会给戏院带来收入。电影的预告片是没收费的，这个呢是片商推广他们自己的那个产品啊，但是普通消费者产品呢，那个是有收费。所以那个 pre-show screen advertising in cinemas 是其中的一个收入的来源，但是占的百分比不高。如果6成是戏票，4成是那个餐饮呢 ，screen advertising 也不到1成啊。为什么呢？观众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你电影已经是2个小时，而且特别是晚上9点30分的场啊，你正片已经是2个小时了，你广告不能够太多太长啊，否则的话呢，你正片10点开始啊，有时候是你过了午夜散场呢，坐不到车回家了。虽然是没有法律上的规定了，但是各院线他们会自制广告的时间是不要太长。据我所了解，在新加坡市场上呢，没有超过20分钟。其实20分钟已经是在考验观众的耐心了。那个戏票是不是越来越贵？20年前可能是7块钱，当今周末呢是15块半，双倍啊！表面上看起来呢，涨价涨得很高，涨得很快，但是呢，有种种的理由啦，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啊，那个制作成本呢，一部比一部高啊 ，cost of production 高 ，cost of goods 也会提高。这一方面呢，戏院也不能够单独承担。另外一个考量呢，尤其是场地的租金，电影城需要的空间很大，所以 rental 是其中的一个很高的常年的费用。我是真心认为，我国的戏票虽然在20年期间是 double in price， 但是如果你跟世界各大城市相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戏票还是很合理的价钱了。我2年前在英国伦敦呢，那边是普通的戏院呢，是22.5英镑啊。其实你跟新加坡相比啊，我觉得我们的戏票还是价钱还是很合理的。在新加坡戏院的业务呢，经历了种种挑战，而且呢，不论是亚洲经济危机、SARS、H1N1 呢，冠病疫情，但是至今戏院还是有宏大的号召力。只要新加坡的院线继续提供一站式的最多选择、最好的设备，我相信在新加坡戏院的前景非常乐观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戏院怎么赚钱的内幕细节，相信呢大家对这门行业的了解更深刻。如果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在视频下方留言。我是陈继贤 Kenneth， 我是一名电影人。